为什么在雨水节气会有塔鲫鱼这个现象？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雨水节气的一些内容。雨水节气呢是24节气的第2个节气。那为什么叫做雨水呢？因为在这个雨水节气期间呢，因为这个来自这个海洋的这个暖湿气流呢和这个春寒呢相遇，那频繁的交融，那就形成了降雨。那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降雨呢不是以这种冰晶体的这种雪的形式，而是以这种液态的水的形式呈现了，那降下来都是雨水了，所以呢叫做雨水。雨水节气的物候现象呢也是分为3候的，那1候是塔鲫鱼，2候是鸿雁来，3候是这个草木萌动。那先说这个1候，这个塔鲫鱼，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那什么是塔呢？其实就是指的水塔。那这个什么是鲫鱼呢？那在我这个立春节气当中啊，说的这个鱼翅伏冰啊里边有讲的。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鱼翅伏冰的呢，也可以去看我这个视频。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冬季啊，这个鱼类啊都是在水底活动的，因为水底的温度呢相对于水面要高一些。那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呢，这个鱼儿呢会从这个水底慢慢的游到这个水面附近来活动。那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水獭呢就在这个水边等着啊，这鱼上来呢轻轻松松的啊就把这个鱼捕获了。那他把这个鱼捕获以后呢，是先放在岸边的，然后再吃。所以说呢，这个看上去呢，就像是他先祭祀，然后再吃鱼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叫做这个塔鲫鱼。不得不说，这个水獭呢，其实利用了物候现象啊，也可以说一个成语就可以解释它，那就是守株待兔啊，对吧？轻轻松松，啥都不用干啊，等在水边就 OK 了。雨水2候呢，就是鸿雁来，其实呢，就是指的感应到物候变化嘛。气温回升，这个大雁呢飞回了北方。那这个雨水3候呢，其实是这个草木萌动嘛。同样的道理，也是因为这个气温回升呢，这个草啊、木啊、树啊一类的这种万事万物嘛，感应到这个气温的变化啊，开始抽芽生长的意思。雨水节气有哪些风俗习惯呢？有这个拉宝宝和回娘家。那这个拉宝宝呢，其实是在四川一带呢比较流行说的是在雨水节气这个期间呢，这个父母呢要给自己的孩子呢去认干爹干妈。那据说是有了宝宝的这种孩子呢，就可以健康成长。其实呢，通过这个仪式的东西啊，你可以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期许。那什么期许呢？其实人们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啊和这种感应到春回大地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那回娘家呢，据说是流行在这个川西一带，非常的流行。那怎么弄呢？其实呢，就是这个出嫁的女儿啦，在雨水节气期间呢，是要回娘家的带上礼品呢，去回家拜望自己的父母。那如果是生育了子女的这种妇女呢，则要带上什么罐罐肉椅子一类的这种物品回家拜望自己的父母呢，感谢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同时呢，也分享一下和雨水节气对应的72候花信封。那这个雨水1候呢是这个兔葵，雨水2候是这个墨兰，雨水3候是这个黄连。以上呢就是我关于雨水节气知道的内容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分享。那如果你知道其他和雨水节气相关的一些内容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